心理咨询师武志红曾分享过一个观点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是两种思维。第一种是连结思维，是说我跟你沟通，我们相爱，我们合作，我们彼此认可。第二种是排序思维，就是谁也不服谁，一定要跟你争输赢。大多数关系都属于后者，双方互相对抗，再好的关系也会走向尽头。而前者却知道，只有互相理解，才能让关系变得更加醇厚。有时候，不在关系里较劲，不是懦弱，而是真正的成熟。不和父母对抗是一种孝顺。国学大师南怀瑾说过，越是较劲的人，命越不好。当你与别人对抗时，也是在与自己的内心对抗。一味争辩下去，不仅浪费了口舌，而且消耗了精力。作家苏欣刚毕业那年，为了找工作，父亲带他串了不少门。他们每回都提着一袋水果进门，然后就厚着脸皮聊工作的事。那些人要么直接下逐客令，要么随意敷衍两句。苏欣受了几次冷眼后，便打定主意不再去。后来父亲终于托人给他找了份工作，他却嫌弃工作不好，一直跟父亲生闷气。那几年，只要他在家，就故意不理睬父亲。父女俩脾气都倔，谁都不肯先低头，闹得家里一地鸡毛。人这辈子沾上了爱对抗的习气，就会有吵不完的架，烦不完的事，争不完的理。掰扯到最后，无论何种结局，都会令你在负能量的泥潭中越陷越深，越活越累。梁启超在进行维新运动时，跟思维老派的父亲住在一起。那时家里常有维新派的朋友来访，父亲不满他们的作风，心里愤怒不已。为此，梁启超多次想要说服父亲，可是两人一开口，谁也不肯让步。为了不破坏父子间的感情，他就想办法为父亲辟出一间单独的房间。客人多的时候也不会打扰到父亲，一家人的感情也能和乐融融。刘震云说过，人要一赌气就忘了事情的初衷，只想能气着别人，也耽误了自己。一个家庭，亲情永远比道理重要。与家人相处，不必斤斤计较，习惯性对抗只会鸡飞狗跳，家无宁日。那些先低头的人，不是不聪明，而是懂得感情比输赢更重要。不和伴侣对抗是一种清醒。爱情保卫战里刷到过一对夫妻的故事，两人结婚多年，却因为彼此对抗，把多年的婚姻和事业都搞砸了。刚结婚的时候，他们开饭店赚了些钱，妻子就想着跟亲戚再借点儿，凑钱买套房子。但丈夫觉得借钱有失面子，两人为此前后吵了好几个月。最后房子没买成，存款也被挥霍一空。妻子气愤不已，经常跟丈夫翻旧账。有一次，两人在店里又吵了起来，一气之下还动起手来，店里的东西也被摔得稀碎。隔天，两人就办了离婚手续，饭店也自此关门大吉。夫妻之间对抗，看似赢了理，其实是输掉了情。这样的代价其实比那些对错带来的损失更大。感情里面哪分什么对错，懂得妥协让步，才能让一段关系走得更加长久。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两位演员是一对恩爱夫妻，妻子早年便凭借一部作品走红，
而丈夫却一事无成。没戏拍时，她时常打游戏，还总是往网吧跑。妻子见丈夫如此不思进取，没少跟他吵架。但渐渐的，她也明白，一味地跟对方较劲，只能进一步激化矛盾。于是她将原来犀利言辞换成软声细语，还对丈夫嘘寒问暖。丈夫也感到愧疚，主动向妻子认错。现如今，夫妻俩的感情越来越好，事业上也有了不小的起色。与伴侣置气，只会把耐心消磨殆尽，把感情越搅越淡。揪着不放，不懂退让，感情再好的婚姻都经不起这样无休止的对抗。跟爱人较劲，就像跟自己的左手掰手腕，无论哪边赢，疼的都是自己。夫妻之间多讲感情，少争道理，家庭才会越来越幸福美满。不和好友对抗是一种境界。最近看了电视剧《亲爱的仇敌》，不禁唏嘘不已。陈凯希和罗曼本是大学好友，毕业后却因际遇不同，过上了截然不同的生活。陈凯希嫁入豪门，成了养尊处优的全职太太，而罗曼则独自打拼，成了知名编剧。他看到好友仅靠一场婚姻就能实现人生的跃迁，心底不由生出了一丝妒意。为了证明自己，他开始暗地里跟朋友较劲，但结果就是既没有让他过上更好的生活，还破坏了两人多年的情谊。后来罗曼终于清醒过来，想通了一个道理，自己需要做的不是赢过任何人，而是安抚好内心那个充满不安全感的自己。很多时候关系会变淡，就是因为太过计较。你若强行争论，只会加剧对抗，引起对方不快的同时，也会激发自己的不满和愤怒。少一点无意义的口舌之争，才能多一点情绪上的平和稳定。周佳怡和佘诗曼有着20多年的闺蜜情。早年间，佘诗曼出道即巅峰，而周佳怡虽然演技获得大众的认可，却一直不温不火。许多媒体都会拿两人做比较，但难得的是，两人经常相互支持，从没有为此红过脸。周佳怡会为好友的事业稳定感到开心，当周佳怡处于事业低谷时，佘诗曼也会暗中出手，帮她渡过难关。也正因如此，两人的友谊得以持续多年。很多无意义的较劲，对于任何关系来说，都是一场双向消耗。不对抗不是懦弱，而是把关系放在了输赢前面。与人对抗时，世界的中心在他处；不与人对抗时，世界的中心是自己。当你把心力留给重要的人，把时间留给值得的事，人生才会慢慢变顺。毕淑敏说，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是关系的问题。如果事事斤斤计较，非要与对方对抗，就会让这段关系岌岌可危。不要轻易地把自己跟任何人放在对立面，少一些纷争，多一些忍让，彼此的感情便会更加持久。停止在关系里对抗，安顿好自己，才能相处舒服，久处不散。